我们的世界正发生巨变，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时代，作为视频博主，你是否也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来创造出更好的内容呢？现在我们推荐给你一款智能助手，它可以为您提供视频制作建议、SEO 建议、视频营销建议和答疑解惑等多种帮助，让您更加轻松地成为一名成功的视频博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智能助手是如何帮助视频博主们提高效率和创造出更好的内容的吧。作为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 ChatGPT 可以为视频博主提供以下帮助。第一，视频制作建议，向 ChatGPT 咨询如何提高视频质量，例如使用高质量的摄像机和麦克风，选用合适的拍摄角度和照明，进行后期剪辑、调色等，这会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视频质量。第二，关键词和 SEO 建议， ChatGPT 可以帮助视频博主确定哪些关键词对于他们的视频最重要，并提供 SEO 建议，例如如何选择最相关的关键词和描述，并如何在标题、标签和描述中使用这些关键词，这会帮助你的视频在平台中排名更高。第三，视频营销建议， ChatGPT 可以提供有关视频营销的建议，例如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视频，建议使用社交媒体广告和付费宣传，与其他博主合作进行交叉宣传，以及利用社交媒体分析工具监测视频的表现等，这会帮助你的视频获得更高的关注。第四，答疑解惑，向 ChatGPT 提出任何与视频制作相关的问题，并获得相应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例如如何处理视频中的背景噪音，或如何在视频中加入特效，这会帮助你拥有更好的视频制作质量。需要注意的是， ChatGPT 提供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仅供参考，视频博主仍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求进行判断和决策，同时 ChatGPT 也会不断的学习和优化，以提供更加准确和更有效的帮助。最近 AI 工具层出不穷，我关注了一段时间，就是想搞明白人工智能工具到底能帮视频博主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有了前面2分钟的视频。简单说一下这个视频的流程啊。第一呢，我是向 ChatGPT 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 ChatGPT 能为视频博主做什么事情。 ChatGPT 呢回答了我5点，我选了其中4点比较有用的内容，然后分别让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二呢，我用上面的内容再让 ChatGPT 帮我生成一个视频片头的文案。那他生成的这个文案其实是有错误的，但是我帮他纠正呢，他能很快反应过来。当然了，这个后边还是会犯错。我觉得可能是他这个中文理解能力比较有限。当然如果你要是想让 ChatGPT 准确的回答问题，那你提问题的时候，你的 prompt 可能要稍微准确一点。然后我让他用营销文案技巧来帮我生成这个片头，最后呢，我是选了一个 PS 公式的这个片头文案啊，听上去很油腻，一看就是没有那个创意的那种。第3步啊，我看了一下 ChatGPT 生成的中文内容，就是略微有点啰嗦，而且在 ChatGPT 上呢有点分散啊，我就直接复制到了 Notion 里边，让 Notion AI 呢帮我简化了一下。当然啊，你的 prompt 还是要准确一点。最后拿起麦克风录制了一下这些文字的音频啊，接下来就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要找一张你的正面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照片，然后呢分辨率要高一点，再加上刚才录制的这个音频呢，你上传到这个 DID 这个网站就可以生成这个视频了。在用 DID 生成视频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啊，你最好能把这个人像的背景全抠掉，做成这个绿色背景的照片。当然了，你人别穿绿色的衣服，这样生成的视频呢就比较像那个绿幕抠像，你后边好处理，包括去那个去水印，你后期在剪辑软件里边就可以用抠像器来处理，更换各种各样的背景。这么做的其中一个原因呢，不仅仅是说你可以更换背景，而是说 DID 生成的这个视频呢，它的背景会扭曲。如果你用绿幕的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呢，可以避免了这种扭曲的现象。最后扔到剪辑视频里边，简单处理一下，基本上就完成了。这3款工具啊，其实很多人已经在用了，尤其是那个 ChatGPT，而且我问他一些剪辑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呢，他也能对答如流啊。Notion AI 呢，现在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用的也是 OpenAI 的技术，同时呢还增加了一些预处理，在国内使用呢比较稳定，你就不用像 ChatGPT 那样动不动就卡住了，然后就得需要重新刷新。最后是 DID 这款工具，我个人觉得是最值得期待的。有非常多的视频博主都是坐在桌子跟前，面对着摄像机来录制视频。如果生成的视频很好，例如
人物表情自然，嘴型呢也能对得上，眼神呢也不发飘，那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人在用。只不过当前这个阶段啊 ，DID 这个工具呢还是比较粗糙，生成的视频呢人物表情比较僵硬，不知道是不是对中文支持不好啊，嘴型的还原也欠缺一点。最让我诟病的就是这个价格了，你看它最高一档的这个价格，按年付也要250刀，1000多块了啊，但每个月只能生成65分钟的视频，这个其实有点少了。当然我觉得可能是现在 AI 这个算力这块确实比较烧钱，看看他们后续的这个优化吧。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儿。后面呢我会继续更新一些 AI 工具的相关视频。这次 OpenAI 的更新啊，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新工具，而这些新工具呢，也肯定会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如果说你比较关注自己的内容生产效率，那记得关注一下。